湾第一点。可是我们这边是钓龙虾，并不是钓泰国虾。钓龙虾？对。哦，这么大怎么钓啊？再来还有什么？不会吧？你开放这个给人钓？对。你用这个给人钓？哎，有对，拉了。哦，真的运气很好。脸要绿了。听说您有全台湾算最大宗，然后很特别的植物，对，带你去闯闯秘境。这个对，会有什么？这个我们通常称它台语叫昂贡仔啊，红豆谁啊？它就是煮汤。哇，这个很清甜。在哪里啊？你说的是哪一种？大概这个，你开玩笑是芹菜吧？台湾很多东西是受日本人影响的，尤其是动物或是植物，都是由日本人引进才开始的，而台湾人却把它做到了极致，就像是一个不起眼的鸟蛋。你知道台湾人一年要吃下5亿颗吗？而秦始皇在找的长生不老药究竟是什么？这一次我们就来去一探究竟。台湾无奇不有，其中有太多新鲜的事物等着我们去挖掘。在出发前收到最新线报，在和美有一家钓场竟然把深海大物提供民众垂钓，不如我们就先去拉爽爽，再深入秘境找寻日本人参。想必有观看我们台湾第一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钓鱼有多弱了，所以呢，这一次要带大家来不钓鱼，我们来钓虾。和美这里有一间钓虾场，听说很厉害哦。钓的到底是什么虾？龙虾你一定知道，泰国虾也有，所以呢，我钓虾，算是还可以。走，来去看看。哦，嗨，你好老板你好你好，小豆。啊，今天呢就要来挑战钓虾。他本人钓虾呢算是有一点经验了，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常钓了。钓虾不外乎就是凉水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用对饵，对给它底栖的，对，就可以钓起来了。对。走，我们来去看一下您的池在哪一边。那这一边，可是我们这边是钓龙虾，并不是钓泰国虾。钓龙虾？对，我没有钓过龙虾哎，所以你养的都是龙虾类。对，龙虾还有螃蟹。龙虾、螃蟹。对。好钓吗？运气。哎，我已经被他们弄到钓鱼，我已经变得很不行了。不要再搞到我连钓虾都不行了。钓龙虾完全就是运气成分比较高。运气？对。但是我那个传播剪生姜的运气好像已经用完了。那最近还有什么运气？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OK。哦，这么大怎么钓啊？这个就是波士顿龙虾，我们都钓到大赞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。走。抓到头就好了。对。这么大，这叫什么虾？波士顿龙虾，可是我们俗称它叫大赞龙。大赞龙就是你在电视上都会在广告都会有，就是我们以前常看的周星驰那个 Sit Down Please 知名设计师那个。对。波士顿龙虾，哦，哎，它的螯好大，你光看它的螯，比较像是螃蟹了。对，金马类的。对。可是波士顿龙虾它就是这个螯再大，对，它吃东西是靠这里，这两只哦，靠小的。对，它有小的，它锁饵的时候就从这边这样。它这个夹到会不会痛？这里是还好，这里还不会很痛。啊，这里就这个呢？这个会痛吗？不会，这都不会痛，这不会痛。你想想看，真的不会痛啊。哎，对，啊，这里拍掉，你夹看看。你夹我啊？这个会断，对，这会断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，你们开放给人家钓这种虾。OK。好，那再看看还有什么虾？这一边叫做西澳龙。西澳龙虾。对，也可以拿来看吗？可以。什么叫西澳龙虾？听不懂。
澳洲的。对，这个是澳洲的龙虾，哦，这个就比较是我们一般看过的龙虾了啦，对，这要小心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龙虾了。哦，这个其实肥了，都算肥，对，哎，蛮肥的。龙虾有没有肥，看这边就知道了。对啊。小心小心，好痛哦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螃蟹，螃蟹，这什么蟹？黄金蟹，黄金蟹。它有绑没关系，有绑没关系哈，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我们摄影师要求的方式了。他说要告诉我说要这样拿，你知道当没有绑的时候这样拿，你手就断掉了，多省。不会的，真的。来，我们就请教一个专业的。好，如果他手没有绑起来，我们这样拿是不是很危险？对，它会直接夹。一般来抓后面2只脚，这样抓住它就咬不到了。听听专业人士的判断。黄金蟹从哪里来的？澳洲，它算是属于金马类还是奇亚类？正奇亚，正奇亚嘛。对哦。你又看这种公，刚刚这正奇亚，这一只呢是公的。来教大家怎么看公母哈。其实公母呢，你就看着这就是公的嘛，对不对？尖尖的，母的呢它就是一片圆圆的，那就是母蟹。那所以我们像现在基本上快要到中秋了，对，蟹是越来越肥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越来越肥嘛。所以你们钓客最多的时候，我想应该都是中秋前后了。中秋节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。懂钓的人一定都挑这个前后来钓龙虾、螃蟹，哇，那个时候最肥美。对，再来还有什么？我们来看上面那个5度的。不会吧？你开放这个给人钓？对，你用这个给人钓？小心。没关系，直接招就好，它会刺而已。你让人家钓帝王蟹？对，老板，嘿，你是家里非常有钱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要有特殊的东西才会有带动客人啊。哇，那我想慕名而来，大家都是来钓帝王蟹的吧？几乎对。天哪，钓帝王蟹，这我第一次听到，开放钓虾场给人钓帝王蟹的。没错。天哪，哇！但是说实在的哈，我没有什么吃过帝王蟹。这样好了啦，反正今天走进来钓泰国虾，这里没有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怎么讲，就都是我在讲。我钓泰国虾很厉害，但是钓帝王蟹呢，没有钓过。我们今天来挑战看看。好 ，OK。如果钓到呢？给你抓走。这么猛！钓到我们直接加菜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人一只脚。你看我钓了这么多次鱼，你还相信我钓得到？运气呀！我尽力了，这一尾上来就知道我老婆有没有怀孕。要经营这样一家龙虾钓场，心脏必须很强，因为光成本就很可观。从小波、战龙到季节性的螃蟹、7号龙虾，甚至能挑战帝王蟹。话不多说，就算不是传播前生惊熬，但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，就直接挑战吧。我们这个钓虾场它的规则是什么？我怎么看到上面有号码？我们一般坐钓，我们要坐在一格，在你的格子里面，不准去抢到别人的位置，不能离开。对，因为毕竟龙虾这种东西它都比较大，随便都会勾到。随便都会勾到。对啊，变成说你会去抢人家位置的话，对人家是不公平。所以这里面确定有虾哈？有，里面至少都有，平均都有50至100只虾，啊，有大大小小。好，就用这个虾，就跟我们在钓泰国虾一样啊。对，差不多啊，跟钓泰国虾一样，有机会。你为什么偷笑？就看你的运气好不好。真的钓龙虾完全是靠运气。我真的很讨厌这种老板哎，就是人家钓之后，然后这样。没关系，你钓看看，钓不到我可以送你。不要，我要靠自己钓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龙虾的习性呢，反正虾的习性都差不多啦。好，就这里，这样，还有这样，没错，这样就有了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样就刚好在底。对，因为它刚好离水面还有这样。对。
那这个现在就是聊天的时间了嘛？如果都不能动的话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钓龙虾它的乐趣是什么？你曾经你的最好的记录，最好的记录哦，对，我们可能说这场活动有只有6只帝王蟹，100只小波，10只大战，我最高纪录应该钓10几只、20只，10几只，对，就完全靠运气啊。可是当然10几只哎，也有没有钓过的啊，也有空多的时候，对，也有，好的时候就很好。哇，那像我现在放我就不能换位置了，基本上没有人坐的地方你是可以换。哦，没人坐了，对。我看我要换位置了，这个没有动静。哎，这里稍微深一点点，对，这样，哎，刚有动哎，应该是你的手动。没有，他刚刚真的有一下。那有可能龙虾刚好跑过去，他待会丢一下。那我觉得这里有，我觉得这里有，有啊，哎，有啊对，拉了，哦，拉了，哦，有哎，你看，钩子就勾到他的脚，因为他锁饵啊，他要夹起嘴巴吃，刚好被你打所以我到。刚是不是，我现在运气是不是算好？对，运气算了。啊，我可以集几只小虾换1只帝王蟹。基本上没有，你看现在知道我会钓了，不敢跟我那个了，划不来，划不来啊。对，不要这样嘛，这只小小的放回去，我用累积扣打好 OK， ，5只换1只帝王蟹，好，好不好？ OK，好，哎我们再把它丢回去。好，丢回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懂了。我跟你讲，有没有哥是不是跟你讲，钓鱼有问题，但钓虾应该不成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哥在钓虾的时候，你还在爸爸几扣，妈妈2扣呢。而且你知不知道运气多好？我刚刚就在我的生日28号，好吗？可以拉了吗？可以拉了，被吃完了，太晚拉了，真的太晚拉对，了。太晚了，真的刚刚又才吃了， 18号，麻烦那个饵拿过来给我。哎，看来这是不错，真的运气很好。脸要绿了。你能想象吗？就是放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，但是就是钓不到，你能想象吗？那你现在还要再放？对啊，放下了。哦，拖走了，等一下，被拖走了啦！等一下，我就在看他放虾，看着我的饵被拖走了，就是这么好玩。台湾第1点，放下了。这样，我的杆子在那里。去哦。弄在旁边等他哎。对，一般我们讲放假，客人都会把竿子全部都在公海等了。等我，你继续放，等我一下。拖走了，等一下，被拖走了啦！等一下，我等你。等我啊！饵嘞，大哥，你有没有饵借我一点点？我就在看他放虾，看着我的饵被拖走了，就是这么好玩。有一种好像在等开奖的感觉。我刚整个被拖走哎，我有看到，太夸张了吧？那个居然没有被我拉起来，那只应该蛮大的哈。好，看它上来是什么？哎，小波。哎呦，哇！
被调走了。不管是钓鱼虾还是螃蟹，技术只占一半，另一半呢就得靠运气了。看不见水底下的状况，就只能瞎子摸象去猜测他们的动态。眼看着钓友一直钓到，让我开始有点心急。等了半天，也该轮到我了吧？要让我没有证据，还好我们小七七在旁边。你不要挑这个时候换带好不好啦？你想不想吃帝王蟹？老板，2只了。对，2只。好，再来，鹅再来。等一下我拿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钓虾哥是达人，我认为钓到钓虾场老板会哭出来。我曾经在外双溪有一次去哦，1个小时，真的不好笑，就是你自己去转个 key 哈，只是不好笑。1个小时32只泰国虾，我最高纪录1个小时钓泰国虾32只，那很好， 1个小时真的超级好。那运气的，我就放下去就抓，放下去就抓。哎，有没有看这拽样？等一下，我就要拿着帝王蟹这样。动了，在那里啊。哦，厉害他。好，这个给他放在这边钓。啊，真是可惜，我的运气在前2只就用完了，但是呢，也放枪个3、4次吧。帝王蟹呢要拉，还拉不到，没关系，既然拉不到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来。没关系，这里有一桌，我要请你吃的大餐。怎么这么好？钓2只能换1桌？可以。你不要让大家误会，来钓2只。没有，只有你有而已，别人没有。给他。虽然说我们没有钓到帝王蟹，但是在这么佛心的老板前面呢，还是可以享用到帝王蟹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哦，人家在说台湾人的热情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大家就是秉持着一股热忱，你喜欢养，喜欢钓，那你喜欢开店，但我们也不会阻止钓客来，我就是让你开开心心的来，开开心心回家。对，太棒了，值得鼓励。这个是焗烤帝王蟹，因为它焗烤会多一个起司的香味。哦，但帝王蟹有蟹膏可以吃的吗？帝王蟹基本上没有，帝王蟹是没有的，对，它没有蟹膏。所以帝王蟹跟我们一般吃蟹是不太一样的，它这一片是没有东西的。母的就有，母的就有。对，现在帝王蟹基本上都是吃公的，因为母的比较便宜。哦，为什么帝王蟹是吃公的？因为母蟹比较小只，公蟹比较大只，公蟹比较大。对。所以大家要挑就有重量。对，从哪一个开始？你可以先吃脚看看。这个。对。哦，哇，帝王蟹专门吃脚的。对。为什么？它好吃在哪里？它的肉多就是它的脚，肉都在脚上。对。现在我们吃到的它那个蟹的那个肉质啊，对，它是比较像鳍呀，对，它像鳍呀，对，它不像筋嘛，一波像筋嘛，不像筋嘛，比较像鳍呀，好吃哎。那你帝王蟹有几种做法？基本上帝王蟹可以清蒸，焗烤，像这个帝王蟹粥。你们太浮夸了吧！帝王蟹拿来煮粥，帝王蟹煮粥很甜，很好吃。那所以这就跟我们住海边的人是龙虾煮泡面一样，差不多。帝王蟹煮粥，澎湖人家是龙虾泡面，我们在彰化这边是帝王蟹煮粥。对。哎，彰化很有名的，除了控肉饭以外，我看接下来会吸引我的就是帝王蟹粥。试一下帝王蟹粥。那所以它煮粥都是这样的，所有的味道都会在粥里面，通通都会被粥吸收。对。
OK， 海鲜粥，对，它就是海鲜粥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我对于吃帝王蟹粥呢，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，因为它就是海鲜粥。对，但是在海鲜粥里面的帝王蟹，哇，是吸引人的东西。真的哦，它不会干掉扁掉，它还是蛮哇。比较原味的感觉。帝王蟹这个原味的感觉出来了，而且我发现帝王蟹煮粥啊，真的是一个蛮奢侈的行为。但是呢，帝王蟹煮粥呢有一个很香甜的味道，对，就是它不破坏了帝王蟹原来该有的肉质。对，原味比较会保存，原味比较好啊。当帝王蟹煮粥真的是一绝，好吃。对，还有蘸龙，这就是刚刚长边大只的那个蘸，这个要从哪里吃？直接夹一块吃到身体就好了。这个，对，就像我们一般吃龙虾。对，它一整块肉就这么大。哇塞，哇，刚刚我没有钓到它，对不对？对，说你的对面钓去了。哦。这么大一个脚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这个真的是像在啃鸡腿哎，这个就是哦，哎呦，哦，直接把它取出来。是就在他们当然的深海里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好吃，肉很扎，肉很扎实。你用糖醋的做法，对，但是糖醋的做法，它反而让那个肉啊，不会像是里脊肉，它吃起来呢，它就是完全就是带有里脊肉的嚼劲，但是吃到嘴巴你会觉得咬下去以后，也是龙虾的鲜味，对，很扎实的感觉，棒棒。那你说这个呢？这就是你钓到的小波，我钓到的小波，很好吃哦，避风塘炒蟹。一般我们是用虾子下去做避风塘炒蟹，就是用整只波龙下去做。这一块，哇，这个从哪边？从哪边？这块肉比较多，哦，它很香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哦，蛋，哦，很少有蛋，很香。这种做法让龙虾那种香味非常浓郁。哇塞，这个要不是因为我们在露营，就要上金鱼了，喝酒有爱，有什么有爱身体健康的，这配酒超级赞。痛风餐，对。我要来直攻它。这是西澳龙虾沙拉，西澳的龙虾沙拉。对。哦，这好吃哎！这种龙虾的肉质完全会不一样，太美好了。我其实每次出台湾第一等，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，豆哥，你如果真的没空的话，也不要勉强，我可以去代班。有美食又有好玩，然后交朋友，就像你一样，气球老板来到对龙虾场，对，就是想要跟大家交朋友。对。我呢本来是个演员，然后不务正业的跑来主持，因为我也喜欢在台湾交朋友。你会发现台湾有更多的热情跟美好。老板，谢谢。不会，经典。总有一天我会再来和美血脂一番。接下来我们边欣赏大小渔温的美景，边往东前进，来到不靠海的南投埔里镇。听说有个人在深山秘境中种植一种日本传过来的人参。咦，日本有人参？感觉是来到一个宝地。好，哎，大哥你好，辛苦了，不会，哇。
应该是全台湾算最大宗，然后很特别的植物。哎，对，真的。这个东西哦，早期是只有日本有。哦，好，那你可以带我们来去找一找，看一看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就上山。上山还要再上山？要再上去啊！带你去闯闯秘境。好，太好，我最喜欢走秘境了。走。在哪里啊？你说的是哪一种，大哥？这个。哇塞，自己家里就有瀑布哎。这个对，会有什么？这个我们通常称它台语叫昂贡仔啊。昂贡仔啊！哇，这个很清甜。台湾第一点在哪里啊？你说的是哪一种，大哥？这个就是明日叶。你开玩笑，是芹菜吧？这是山芹菜吧？它红的点是什么？你知道秦始皇去找过长生不老之药吗？他派徐福过日本，对，然后徐福到日本的一个岛，那个岛叫八丈岛，然后那个岛就是有明日叶的生产。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？食品，还有食品的添加。然后我们台湾最大宗是在做精力汤。精力汤，我们里面喝到的精力汤就有明日叶。然后它比较特别，是一般植物没有的，它的有一个有机锗，最重要它可以提炼成茶尔酮。茶尔酮它是可以抗自由基。OK。抗自由基它是抗发炎嘛。对。它也可以抑制老化。然后它其实最主要，它本身里面还有一个 B12，它那个通常都是在肝脏才有。茹素的人怎么办？所以它是最好取得 B12的一个地方。最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个。哪一个？来，你看，它已经有黄色的汁液跑出来了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它会越来越多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个味道，它有点干的味。对，你说它最好的是这里，对，它的锗的部分是锗的部分，对，叶酸也比菠菜还多，它的钾含量也高，所以它们整株可食，连根部也可用。哇哦！通常明日叶我们是3年才有采收根部，所以我们3年之后我们会采花，采花的那个种子，然后再重新播种。懂，所以这个可以挖起来。对，所以它蛮浅根的，是吗？看看，哎呦，根部在日本人家叫它海风人参，因为它拔起来就像人参一样，很多人拿它去做药膳汤啊。根跟梗它的锗的部分，根部因为它已经3年了，它更高。所以其实以这样看来的话，你看在这个土地里面的养分其实是很多的。对，只是因为它在土地里，你怎么把它取得出来？你说就是靠植物下去生，对，去把它里面的这种微量元素吸收上来。对，然后我们再从植物里面找。所以我们这个等一下可以怎么做？待会回去因为我到日本他们有做成天妇罗。因为它的叶子有特别的味道。不好意思，借我摘一片好不好？好。哇，它就是大概就是我们去就有像这样子就可以。你又要怎样？我怕你要生吃。这可以吗？你们是可以吃，这直接可以吃。对，因为我们整片园区都是有机的。我怎么觉得我做这个台湾第一等，感觉我快要变成神农氏了？我会不会在有一集突然就这样？有毒，然后就躺下去了。不会，你会脸先变绿色的。哇，好酷哦，好酷！生机饮食，试试看。反正大家在打精力汤也都是这样子。也是对。待会我们回去也打个精力汤来喝。对嘛？来。不能只有自己有啊。对。它怎么吃起来有一点青草香，而且很轻的青草。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味道会提上鼻腔这里。收成来说，它怎么收成？因为你看这有3个叶子，对，这2个叶子我已经采完。留1个叶子给它就好。留2个叶子给它。留2个叶子给它让它生。你看它的芽点又出来了。对，有芽点。所以你把你把它割掉之后呢，它芽点就慢慢起来。所以它是用割的，它不可以是直接剥下来。
剥也行，可是对吧？它就是会比较难剥。哦，它不会像我们其他的这种有根茎类，像旁边我只要说一剥，它的整个一片下来，所以它很多的好的膳食纤维，它的纤维质很高。哇，像这样，对，它马上就出黄，你看这个出这么多，这个还刚割的，割一阵子的。滑流有芽点，像对，这个都有这边，对，旁边这个，对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大哥说，明日叶既然是对人体健康很有帮助的植物，因此他也坚持采用有机的方式种植，来维持植物本身的营养，但却要时不时抵抗自然界的危害，尤其是有一种红色大军时常侵袭，让他防不胜防啊。大哥，你说这个是病虫害啊？对，明日叶它最大的病虫害也是非常困扰我们的，就是红蜘蛛。红蜘蛛，这个小，哇塞，这么小可是它一次一株里面可以几千只啊。啊！因为你们做生机饮食，所以它不能撒任何的药。对，那你怎么办？其实我们防治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割除。你们一定要割掉多少啊？哇我们自己在家种植物，城市里面种植物最怕的就是介壳虫。对，但它有一些生物防治的方法，但这个有吗？其实我的田区我是完全不做防治，我要让它一个生态平衡。我们早期是有鸡鸭有鸭，收集好就丢给他们吃。对。可是因为太大片了，我最近养了10几头羊，他们所以你的羊是吃明日叶。不能用农药，就只好忍痛割除掉有病虫害的叶子。看看这些羊头好壮壮的样子，就知道明日叶有多营养了。而且刘大哥选在这块土地种植，就是看中它被群山包围的优点，没有林田的污染，让这片净土养育作物，留下最纯净的收成。但这附近荒山野岭的，哪里找来灌溉水呢？第二个，所以你这边的是完全天养啊？对，天养。那你就靠露水？没有，我们要有一个，因为明日叶它需要非常干净的水源。我们这刚好在山脉旁边，它有涌泉，我们要从上面接很长一段的水管下来。待会儿你可能跟我上山去接个水管，接水管。对，然后顺便看看，这段时间，秋天了嘛哈，吃点螃蟹，哇塞。看我们的一个蟹蓉，自给自足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爽。好啊，走往哪边？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在刘大哥这块地的后山是附近部落的猎境，野外狩猎是他农闲时的兴趣之一。大哥经常要跟着他们上山打猎。大哥说：“我难得来，就一定要跟着他进山里看看他的独家私藏景点。”秘境呢？哇！那水源头在这里啊，这可能被树叶挡住了。然后下面你看这里，哇，塞住了啦，石头都挡住了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你把它清一清，然后下面它有个水池，它可以过滤这些石头。然后这是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维修，因为要有好的水源，你就要自己要付啊。对。好啊。那这样怎么弄？这个是我们只要把它清完，待会有一个地方是昨天我来看它管子破掉，我没带工具，我们在上面一点点，我们来把它接起来就 OK 了。好，走。哇塞，自己家里就有瀑布哎。所以中间还有一个，这类似滑水道，它可以这样滑水滑下来玩。对。哇，那这个是你们自己把它弄起来，这里有一个，夏天很舒服啊。对，它本来更深，因为经过这次大水，它把它有点填满了。其实我们这里总共有3个瀑布，这个是最小的，对，然后那个是中的，一个最大的大概2层楼高。哇，好酷哦！这里生态非常好哎。对。然后我刚刚看你还有放那个。这个我们通常称它
台语叫昂贡仔啊，昂贡仔啊，哇，这个很清甜。真是三珍呢，那直接就来一个三珍。待完得1点，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这个对，会有什么？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螃蟹。螃蟹，对，所以开看哦，开看，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，看一下，有没有在动？哎，有哎，哇，最喜欢这种惊喜包，鱼包，这个看。哦，我把那个饵料拿。这什么蟹？这什么蟹？这个我们通常称它台语叫昂贡仔啊，昂贡仔啊，然后它叫清溪蟹，清溪蟹，清溪蟹，然后这种蟹它就是煮汤，煮那种烧酒蟹的汤，哇，这个很清甜。它最大能够多大？它最大这个大概中压称，对，它大概中而已，然后再大一点，可以这样，大一点点，哇，但是这已经可以是你们会拿出来煮汤了。对。但现在只有1只哎，你怎么煮？这沿路有大概10个这个，范立新先收过了，也收起来了，待会尝味道。哇塞，真是三珍呢，那直接就来一个三珍。你看这小只，我们就把它放掉了，小只可以放掉了，对啊，清溪蟹，那这只也放回去，反正你还有。对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明日夜天妇罗，对，所以现在怎么弄？直接把它沾果粉，果粉啊，果粉，直接给它下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炸明日夜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，疗愈，好漂亮，差不多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了。其实明日夜生吃都没问题的嘛。对啊。这个是你们平常在家也就会做了吧？对，因为这非常简单嘛，所以自己家里身上就有。它吃起来跟我们刚才在山上生吃的那个状况完全不同。哦，真的哦。而且明日夜怎么炸起来有一种就是像艺术品的感觉。其实他们在日本他们会把明日夜铺在生鱼片下面，对，做一个装饰，因为它叶子蛮漂亮的。对。这算是前菜。来试试你的厨艺。对，试试你们家的天那个天妇罗明日夜，好漂亮。好，你有听到吗？有哈，很大声。对面山谷开始有回音。好喝，真不错。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接下来我们来用我们早上去抓的螃蟹。螃蟹我们已经清洗过，已经冰晕它了，油锅炸一下，然后到我们的药膳汤里面煮滚。这算什么样吃法？我没有这样吃过，说实在的。这个是我们这边因为水源够干净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水源，因为都要去修理水嘛，对，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抓一些回来，替自己夹菜。像我们山上的自己的私房菜，我们其实吃它的肉是很少的，其实我们就是喝它那个鲜甜的味道，山珍海味的感觉。马上变红，把它炸到稍微红就可以过去了，因为我们还在煮汤。这个对啊，是说要煮汤嘛，要不然其实。如果以我的话盐酥，然后来多一点蒜头、辣椒，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就处理一道菜了。这也不能炸太久，对，不能太久，不然稍微就好。我们是把它甜味干逼的薄地啊，漂亮。然后不要到100%熟，对，让它其他的味道进去里面。对，香哎，有一种炸西虾的感觉。下去喽，下去。哇。这个很不错。突然间它这个鲜味进去了以后啊，如果再来几片羊肉片，我的天哪，
这些都算3针啊，因为它也是对3针嘛。这个就等它滚。然后您刚刚说还有一个什么整株可食？对，在山上我们不是挖了日本人说的海丰人参？海丰人参，对，你把它做成什么？明日夜鸡汤。对。这个是很普遍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跟它是3年采收一次嘛。对啊，其实很多都是去做保健食品，尝尝味道，家常菜。试试看。我先这个是根吧？那根。哦，它根中间是透明的。对。好像果冻的感觉。哦。有吧？有明日夜的味道。有香。好吃，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，所以很适合跟鸡汤搭配。吃进去以后一样，你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，觉得它有很重口味。但吃进去没有，然后它会是有一点回甘，淡淡的苦甘的感觉。对。很清淡清爽这样，哇，好舒服。喝口汤看看，好吃哎。它满满的褶的缘分在里面。没错，对，你知道整个搭配的味道啊，你如果以前吃过，比如说香菇鸡汤，你可能就会停留在香菇鸡汤，但是你把香菇鸡汤加上明日夜的根，它整个变了一个味道。香菇的味道还在，但是它多了一点，就是很明日夜特别的香味，特殊的香味，它就是那种特殊的甜，哇。感觉身体都健康起来了。喝完鸡汤，然后精力汤先下，漱完口清完味道以后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螃蟹汤。对，没错，才不会混味吧？哇，好香哦，很香。水果 feel 哎。一口干。感觉身体开始健康了起来。对，其实我们明日夜比较简单，它是基底就是明日夜嘛。明日夜，然后我们会加点坚果，因为它有胡萝卜素，那它要有油脂把它带出来，对，我们人体才能吸收嘛。然后通常我会用当令的水果，因为明日夜它本身的味道是比较强烈的，然后有这些水果下去把它中和，喝起来不会让人家害怕那种精力汤那种草腥味太重。对，那种感觉。哇，好舒服！我来换它。换它。哦，这个要怎么吃啊？待完得一点，这是只有你们这边才特有的吃法。阿里山也有。阿里山那个，因为它那个水很干净嘛。阿里山有的人说它是山上的红鲟，只是个头变小。山上的红鲟 ，OK， 这个先从汤开始。这个汤一定很厉害。药膳，对，药膳的，药膳的加了那个螃蟹的香，大家吃过螃蟹都知道，螃蟹有一个特有的鲜味，药膳直接加了这个鲜味在里面。甜的，很甜，超甜的。因为河鲜不像海鲜一样，对，那么抢味。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温润一点啦。温润2个字形容非常好。它这个蟹是会吃的吗？还是我们只喝汤？其实我们都只喝汤哈。然后蟹其实真的有像您讲的，我们就稍微盐酥一下，它就整个脆。我先试一个看看。干净的，它那个水太干净了，你看干净成这样，香。它快跟那个明日夜一样了，整只可食。其实我很羡慕像大哥你这样，这样家里，然后从上一辈就一直到现在，吃当季，对，我们也吃当地，对，产地直接上了餐桌，对，但是。一样，弱水3000，我只取一瓢饮，我只取所需的，而不是一网打尽。这个才是我觉得跟大自然相处，最美的地方。有空你也可以来走一走，你也可以自己去台湾逛一逛，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健康。
对，喝汤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